的苗绣遇到现代的时尚，非遗刺绣和汉服旗袍相得益彰。这场属于村里的村秀，让游客们看到了民族之美、您看文化之美。村秀真的火了，火了就好，热热闹闹的。不光是热闹，服装厂里的订单啊猛增了不少，小蝶现在天天都在加班呢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们苗绣在你们这里呀要发扬光大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千万注意品质。万万不可呀追求数量，丢了质量。放心吧，我和凤碧啊会严格把关手工质量的。我们早都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了。厂里的所有产品，就算是重做，也绝对不能在质量上面凑合。好，好。网友还提出了一些想法，想让我们做一些配饰，我就画了这个，看看能不能做成蜡染的丝巾。您看我画的咋样？很细致嘛。我想让这个双凤和蝴蝶体现得更轻盈、更飘渺，而且这个蜡染丝巾的销路也很不错。有销路，就要有对路嘛。对，所以这个蜡染的方向还是要有更新奇的思路和新突破才行。包括一些饰品什么的，年轻人也会很喜欢。那，你有时间弄吗？这不是只要求您帮我给我打个样吗？这丫头打起奶奶的主意了。您最好了，您最疼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奶奶就帮你呀做一个样品出来，行了吧？太行了，这样我就有时间去跟其他村的绣娘沟通了。那你们还要把春秀做得更大，更热闹吗？对呀，让更多人一起高兴，一起热闹，多好呀！太好了。哎，要不下回您跟我们一起走秀吧？我老太婆走秀让人笑掉大牙呀！哪会呀？百合姐和麻姑还一直在念叨呢。现在我们只有3代人，就这么有影响力了。要是你也参加，我们4代传承人同时登台，会更有影响力的。哎呀，您就带着我们的苗绣跟我们一起秀一回嘛。我老了，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，你们高兴啊就好，好吧？行吧。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？能进去看看吗？哎呦，那看不了，这里头乱七八糟的，正装修呢，而且太危险。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？你给我推荐一下。好玩的挺多的，那你可以到处去逛啊，到处去玩。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，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，可以打折。不，我说的是地方，不是价格。地方啊，地方也多呀，你可以去玩滑翔伞、直升机，哎呀，太多了。那有些哪样美食呢？美食的话，行，来，那个介绍一下哈，这是我们老板马总，他特别熟悉，要不他给你介绍一下啊？这是安女士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想了解一下，就是你们这个村除了自然景观之外，还有没有比如人文内容可以体验？我们这个老寨就很有人文气息嘛，你可以逛一逛。原本是可以看这个苗绣非遗传承，但今天传承人好像不在，你要不去这个刺绣坊走一走啊？那美食有些哪样呢？那就多了，这什么酸汤鱼、小黄牛肉，辣子鸡，还有这个五彩糯米饭，都是我们村里人自己种养的啊，特别好。你还能带一些这个小黄粑回去给你们家里人尝尝。对。土特产原生态的，对。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？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？不是，你看嘛，多很多的。对，他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，寒暑假省外多一些。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？行，坐着聊。行。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，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，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，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。
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，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，悬崖美景，美不胜收。哎呀，介绍的很清晰啊啊！还行还行。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？对。哦，那这位是？这是这样的，嗯，这个民宿呢，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，哦，他是属于现金入股，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，还是回村创业呢？是。那你是一直在村里？啊，对，我一直在村里种高粱。是因为看到这个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吗？嗨，那倒是因为他。当时我就跟他说啊，一定要盘活老寨的资源，让老寨不老，焕发新生。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，当然在保护中开发，在开发中保护，村里人人有责嘛。果然是老板啊，这个站位就是高。哎，那要站不高，那就看不远，那就有点问题了。行，那你咋个想到回村里创业呢？哎，这个说实话，第一嘛，确实是想回来陪陪家里人啊。第二嘛，当年有一些遗憾，想要弥补。当年进城呢，是为了追求诗和远方，后来发现啊，这诗和远方就在村里，近在咫尺。是，说的真好。你这个民宿啊，我看改造的也很不错，保留了原始的古朴味道，确实有诗和远方的感觉，想法很不错。其实啊，这个民宿呢，都是我们精神股东的建议，并不是我个人的主意。这个精神股东是，就是关心我们这个民宿的广大的热心的网友，他们很有才的，给出了很多有用的意见。那你这还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制乡村民宿产品呢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瞬间也觉得我的这个民宿高档了不少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听了你的介绍，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。哎，行，好嘞。哎呀，来，感谢。哎，不客气。小伙子真好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好。哎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。好嘞。干啥呢？一本正经，道貌岸然的。你还没看出来啊？看出啥来了？记者暗访来的。记者？是。真的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那就是真的。哎呀，那我刚才说啥了？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。跟我多学学吧你。秦昊，这速度放到哪里来说都是极限了呀。是，现在这地方一天一个样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当初把你找到公司来，这个决定真的是太对了。要不是你每天跟村子里各种沟通，我们这个工期肯定得拉长，每天都是钱。大家都在尽力嘛，而且你后来招进来那几个人啊，确实给力。反正是过了最难的时候了，不过耽误你和月亮谈恋爱了。啊，最近也是忙得一塌糊涂的。但我觉得你俩这样也挺好的，都是为了事业嘛，之后肯定是会有回报的。只要是为了村子好，委屈点就委屈点呗。委屈点。醒了。你回来了。太困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你眼圈都黑了，我早就不给你盖毯子了，你还能多睡会儿。睡觉哪有看着你这的？哎呀，你最近这么多事儿，自己要找空休息啊。
就是陪着你的时间变少，好烦啊。安局长，我们村的苗绣产业已经成功出海，成为了我们村的产业亮点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参加这次的长三角产业协作推介会呢？就是因为你们悬崖村的亮点特别多，安局才专程过来看看。我们还依托苗绣，准备再打造一次村绣的品牌活动，就是希望把周围村的绣娘全都集合到一起，把这个品牌做大。之前呢，我们已经摸索着做了一场，我晓得的，这也是你们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大成效嘛。把苗绣这个指尖上的技艺转化成经济，这是一大亮点啊。百合之树，你们村委会不容易啊！哎呀，安局长，您言重了，这主要是这些绣娘们集体辛劳的结果。我呢，也就是起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。说得好，穿针引线，一语双关嘛。是吧？那要不这样，安局长、张主任，我们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刺绣厂吧。啊，不了，我不打搅大家的工作了。没事，不耽误。可以见一下我们村的苗绣和银绣非遗传承人，让他们再给你们介绍一下。不用了，我见过了。啊？见过了？那我们村还有一位返乡青年企业家，盘活了一些老寨的闲置老屋，做了一个新的民宿。您可以过去指导一下。我也看过了，准确的说呀，我是亲自参与过的。那天啊，在你们村江边的那个栈道上走了一下，很有意思嘛。哦，我还去你们那个来家里玩民宿和老板聊了一聊，就是你说的返乡青年企业家，小伙子可以啊，口才不错啊，把你们村里的文旅内容啊说了个遍。看来您对我们悬崖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啊。对了。菲拉达攀岩项目这个工程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之前老板说在施工当中忙得乱七八糟的，人不能进。现在呢？他们正在抓紧施工呢。现在这个工期码得还是挺紧的。那我们去看看，走，去看看。走。月亮，百合说咱们这一回的村绣吧，还是要给它做成 T 台绣场，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农产品的展示活动。如果周边的村寨都能参加，肯定能丰富起来。对呀，上次那个江边走秀，大家都觉得特别像 T 台，超级有感觉。这次咱就不用再回舞台了吧？是，按照百合这个思路来说啊，就是放在广场上最合适。那就必须得把 T 台给搭出来，而且要长。大家来走秀，感受的就是那份受人瞩目的荣耀感。这个 T 台要越长越好。对呀，而且一定要有那种灯光啊、特效。我在电视上看着他们那个正规的舞台，都可漂亮了。我们啊，再搭个大大的棚子，不管是出大太阳还是落雨，都不影响你们美女上台去表演。到时候我叫吴艾草，叫上他那些直播的朋友过来给咱们一起直播，加上电视台，把那个电视台请过来，现场直播。好呀！你俩太不现实了吧？那得花多少钱哦？我们上次奖励大家的那些农产品，人家游客都很喜欢的，所以我们这次肯定是要继续沿用这种奖励的方式吸引人参加嘛。这全部都是钱啊！哎，还电视台了，麻姑哟，谈钱伤感情喽，不谈钱更伤感情。没事儿，百合说了，等他忙过这阵儿，就过来帮我们想想办法，开开思路。真是要做大起来，真是难哦。是啊，财力、物力、人力，现在全是问题。只要咱们想干，肯定能找到办法。你想想咱们村原来多难，连条公路都没有。哎呦，我们那时候上小学啊，得翻多少座山啊！哎呀，现在看看，村村通公路。
还真是，要是回到过去，我想都不敢想，现在咱们村会发展成这样。南其实就对了，要是哪样都简简单单的，哪样做好事？可不是嘛，那时候我们刚办厂的时候多难呀！哎呀，我为了跑这个销售，腿都跑断了。白天是展台，晚上啊就睡在冰凉的地上。哦，就为了省那点旅馆钱，一天一个大白馒头，不都过来了？现在有你们多好，厂子都越来越好了。关关难过关关过，现在小蝶能顶上一些设计了，雨朵的业务也越来越熟练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专心的想想咋样把这个更大的村秀做好做起来。对，哎呦，这虎劲儿啊，这。秦豪，我去城里找攀岩教练聊聊，这边就拜托你跟孙经理了。你放心去吧，这有我们俩就行了。行，给。哟，领导过来了啊！支书，支书，支书，徐总，你好啊，小伙子。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。哦，局长好。不记得我了？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。那个安局长说了，那个住过你民宿，和你聊过天，你忘了？哦，你不是记者啊？啊？哎，哎，我那天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。我叫马清豪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飞拉达项目的老板徐白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局长。你好，你好。青蒿白云。对，局长，那天我没说错什么话吧？怎么？你那天说话的那股子豪迈劲儿呢？什么站得高看得远呢？不敢，我那天不知道您是局长啊。咋个？小的是局长，说话就不一样了？也不是，我主要那天以为你是过来暗访的记者啊。那你这意思就说的都是假话呗？那绝对真话啊，比真金还要真，跟我们苗秀里的故事一样真。那你愿不愿意去上海做现场演说呀？你是回乡创业的年轻人，口才也很不错嘛。局长，那个秦昊他不是村干部啊。不是村干部才好呢，我们就是要让村里人说自己村里的事儿，既真诚又真实，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。我看呀，这才是你们村去上海参加长三角推介会最大的亮点。哦，安局，那这么说，我们村有机会去上海了。本来局里就认为你们的亮点最多，最适合去做推荐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去做现场演说，滚月亮做非遗苗绣的现场演示，再讲讲你们的村秀，怎么样？我怎么样啊，秦昊？安局问你话呢。局长给你机会，你得抓住呀！咱们飞拉达靠你推到长三角呢。那局长，我尽力，我尽力。我相信你，没问题的。好，走吧，看看你们的飞拉达咋个样了。啊，我来给您带路。哎，走。这边。哎。天菩萨，每一件都是大事啊！可不是嘛，村秀啊，以后要升级为全市范围的，每周都要做。那会来那么多村寨吗？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，咱们乌蒙市啊，一共3700多个村子，3700多。我的天，这么多！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，所以啊，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，就是怕人太多了。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。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，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。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。那可不可以这样呢？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1、2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，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，但是不展示，轮着来。对，这样的人数可控一些。但是我们村呢，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，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。那肯定啊，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，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。啊，这村秀规模搞这么大？是呀，人家安局长说了，要把村秀啊做成咱们市里的文旅品牌。百合支书也真是的，啥活都敢接啊！人百合支书说了，要全力支持，以后来咱村旅游的人啊会越来越多。所以说，咱们村的旅游饭
就越来越香了。香归香，那你有那么大的嘴，才能吃得下那么大口的饭呀。这一下子强度上这么大，万一真给你累着怎么办？来吧，行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咱们全村的事儿，咱们都得顶上，你知道吗？说的也有道理。你说青豪和月亮还得再去上海呢，说不定他们压力更大。是啊，所以我跟麻姑必须把厂里的事儿全顶起来，这样月亮才能安心的在上海做推荐。要不还得说是老婆格局大呢？那听完你这一席话，我这心里全是正能量，一点抱怨都没有了。你别给我油嘴滑舌的啊！我告诉你，往后你在家把你直播那套给我收一收。我没有，我说的全是实话，发自肺腑的大实话。村子里，每一个人都要出力，每一个人都要出力。我看你们也出力，让他们出力，你们也要出力。你说，还要把我们村吃的、玩的、住的，全都介绍到长三角去啊？那够你们累的。我光听你们说啊，都已经晕头转向。你这眼圈就要越来越黑了。黑就黑吧，那其他村子想要推荐还推荐不出去呢。咱们村现在之所以能这么好，这幸福不就是靠我们自己双手打拼出来的吗？哎，这青蒿上海还没去呢，就已经有这范儿了啊！诗人的气质那肯定不一样。主要是我们三个也希望我们这个民宿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好啊。对，其实不是因为钱的事儿，我觉得呀，这民宿就像我们的孩子，看着他慢慢长大呀，这才是最幸福的事儿。贵福哥，你这口才，你也快成诗人了。这天天跟游客打交道啊，也学了点嘴皮子，但是跟青蒿比起来，那是差了10万8千里，还得练。贵福哥，你还真的不用跟他学，油嘴滑舌的。学学我怎么了？我这浑身上下全都是优点。没有。哎，百合之书来消息了，让我们去村委会加班开个会。哦，那走吧，我们先过去啊。好，去吧。月亮，啊，我走不动了，你背我吧。哎呀，走了。马青浩，你要点脸吧。这总行了吧？你把我放下来，前面有人这呢啊！俩真般配。那就不放。支书啊，嗯我还以为什么高级加班餐呢，就这啊。行吗，马总？能吃吗？马总，人家支书都请你了，你赶紧吃吧，还挑起来了。早知道我就让胖哥做几道菜送过来了。你说说你这个人真是的呀，你让他送啊，你现在才说，这都吃上已经来不及了。马总，偶尔挤一下民情嘛，是不是？我主要一闻到这个味道，我就想起我上学熬夜加班的时候，我真的吃的太多，太难受了。我好久没吃了，我觉得挺香的。哎呀，多美好的记忆啊！看看人家月亮，你赶紧吃啊！这个村里的文旅整体情况要尽快写在这个 PPT 上。支书，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嗯，就是我们可以多放一点图片，少一些文字，因为现在的人吧都喜欢看漂亮的图片，而且图片更直观一些。同意。那你也要提前写点稿件去念吧。我还用稿子啊？那都图片一拉出来，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咋回事了，我肯定能说得出来。月亮，我跟你说啊，青蒿啊，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。对，就我这张嘴。那回头你还要去多拍一些菲拉达还有民宿的照片啊。回来呢，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这个现场演说要怎么搞。好。哎，月亮，你的苗绣技艺现场展示有什么想法？我想过了。除了现场刺绣以外，我再去找吴奶奶借几件压箱底的老绣品。哦，对，我们多拍一点村绣现场的照片，到时候也顺便的邀请别人过来玩。好，青蒿动嘴，月亮动手，老物件压阵。我们这次啊，不虚此行。哇哦！放心吧，我一定完完整整的把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带回来。
这样一个东西跟了我几十年了。我们年轻那会儿只能绣衣服、围裙，卖给附近的乡亲们。我们也想参加呀展览，但是连路费都抽不出来。没想到有一天，苗绣走出大山，走向世界。他们早该走出去，让外面啊听听我们苗绣的故事了。你们年轻人脑子活泛又肯干，奶奶的梦被你们实现了。哇，这可不光是年轻人的功劳，你们老一辈打下的基础，才是我们往前走的根本。要是没有你们一辈又一辈的坚守，苗绣恐怕早都失传了。那会儿我们也想学习推广苗绣，但是呢，只靠着口口相传，不像你们现在呀，用手机呀、电脑啊，几下子就完成了。现在看着年轻人的努力，看到苗绣受到的欢迎，还越走越远，越飞越高，我的心呢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奶奶老了，就放心了。哦，别总说你自己老了，你可是我们的宝贝，你的经验和手艺是我们永远的财富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传承，好好发扬我们的苗绣。月亮，交给你，奶奶就放心了。换人？对，你说那么多绣娘，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？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，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，他不去谁去啊？月亮去不了，啊！不是要去的话，你可以让吴奶奶去啊，她跟吴奶奶学的呀。哎呦，滚叔，吴奶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年纪大了。滚叔，这么好的事儿，您怎么不愿意让月亮去呢？不，这能是好事吗？这当然是好事儿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！我告诉你，只要马金豪在，这就不是什么好事。所以说，月亮去不了。万一去了以后回来，再让人说三道四的，他不怕，你们都不怕，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。哎呀，滚叔，您这真是多虑了，哎，您想太多了。是不是来听广播的？哎呀，你看看啊，高兴的这几天都没睡好觉吧？啊，真是，眼睛看乐了。要我是你啊，我也得高兴。你们家青蒿啊，真是给你长大脸了，这脸都长到大城市去了。咦，乐吧？你早就知道了。那当然晓得了，我这是广播站。低调。哎呀，这咋能低调呢？我家要是遇着这么大的喜事儿，那我得把这大红榜贴到我这门上，不单贴这，我还要全村都贴，那我太骄傲，我自豪。现在就贴，我出钱，贴。真的啊？来，扫码，我帮你贴。没带手机，赊着。真是。哎，马叔。跟你说正事儿，你说这月亮要是跟着一起去，那老滚叔能不能高兴啊？他怎么能不高兴呢？那月亮给咱们全村人争光，不也给他争光吗？马叔，要说你有觉悟呢，那你还不请人家老滚叔喝一杯？我凭什么请他喝一杯呀？你老马家那叫双喜临门，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妇儿，争这么大的脸，你不得请人喝一杯啊？不但请他，你都应该请我喝一杯。我买单。来，错了，这儿，哎呀，行，还是请客，我请。记账。哎呀，这现在大家谁还提那些旧事吗？那大家现在不都说月亮越来越开朗了，做事越来越利索了啊？还有大家都夸您老滚叔的儿子女儿那多优秀啊，给您长脸了。话是那么说啊，
是，还有高粱、苗秀、孙子孙女，那不都说好的吗？是不是？万一他们舌头根子再嚼回来呢？哎呀，不会的，你相信我，不会的啊！现在大家都夸他俩好呢，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，把我们的悬崖村推介出去，这样大家的钱包才会越来越鼓嘛。你放心，不会有人再说三道四的啊。其实这次对月亮啊，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。行，你留步吧。好好好，哎，支书，哎，老管你也来了。马叔，老管，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？没有。这次太好了，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，这是给咱们全村人争光啊，多好啊！不是你得意什么？什么叫跟着？你再跟我说一遍，什么叫跟着？支书，哎呀，老管，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。哎呀，你看看这次啊，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，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！啊，骄傲不？我骄傲啊！少来这一套。月亮不去了啊。哎，鬼叔，愿意去不去？鬼叔，鬼叔，你就是水钱不干活，你装什么蒜呢你？哎，马叔您少说两句。不是，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？啊，他说我说的不对，我又重来了一遍，我有错吗？行了，马叔，少说两句吧啊！我的觉悟是不是比他高一截？高这么多吗？现在市里要把这个村秀啊做得又大又热闹。原先呢，还是过大节的时候，大家才能凑到一起热闹。哎，各个村的都能来吗？都来，到时候不同民族、不同支系的绣品都可以一起交流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各个村的、各个民族的都来，那一起热闹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咋个来了？支书让我来找你。你少说这些理由。啊，确实是理由，主要是我想你了，奶奶。我现在就过来啊。看见没有，还小时候那种油嘴滑舌。是。这下真麻烦了。那我们家老滚，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，哎呦，老麻还到处去炫耀，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，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。你好好跟他说说嘛，做做思想工作。我好话歹话我都说尽了，哎呦，就他那牛脾气一犟起来，我是一点招都没有。那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？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，直接说不去了。就照他那德行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。哎呦，你说这两个倔老头，我真是的。哎呀，好不容易缓和些，现在又掐起来了，可不是嘛？这本来月亮和青蒿去上海推介咱们村是好事儿，他呀就为了他那张老脸，他也是怕村里人又说这说那。你怕哪样啊？现在全村谁不晓得他们俩好啊？那现在咋个办啊？咋办？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。我能跟他好好说吗？你动动脑子行不行？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，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。他那个倔脾气一上来啊，拉都拉不回来。是啊，我这岳父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跟我们家老麻一样。要不这样，还是我去吧，对吧？那个他要打我呀、骂我呀，就随他，对吧？等他打累了、骂累了、气消了，我再死皮赖脸一点，是不是？说不定还管用呢。要不就不管了，到时候我直接去。你别闹了，哪有那么简单呀？那苗绣展示会你是去了，等回来之后怎么办？把我腿给卸了，嘴给撕了。那不正好啊？什么正好？我跟你说认真，你别开玩笑，我们俩以后过日子还得看他的眼色呢。我奶奶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当说客去。还得是奶奶啊！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。先说清楚，我是去帮月亮，不是帮你。都行，都行。哎，奶奶你慢点啊。
现在正是解决问题的好时候，你想想啊，还有哪样机会比现在更好啊？机不可失。我怕。你怕什么呀？你怕？现在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老滚，你把它搬开了不就行了？那说搬就搬得动吗？那搬开那老麻呢？老麻我早都把它搬开了。哦。那我可是。哎呀，可是，你不要再可是了啊！打住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啊。你妈跟我妈？他俩怎么在一块儿啊？妈，哎，罗婶，哟，你们两个？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找吴奶奶。吴奶奶？哎，找我？呀，吴奶奶！妹儿，咋办嘛？你想到办法没？想着了。啥？死局，没办法。这车上啊，也够有意思的了。都是我爸。还有我爸。结果两个妈急了。还不是都是为他们好呗？你说的哪个他们？是他们，还是他们？哦，我他们还有我们。小林呐，你这张嘴呀，还是比叶梅厉害的多了。那是。下雨了。突然下这么大。你看我画这船画的好不好，云峰？老滚。老滚。你看谁来了？云峰，过来来。哎呦。奶奶带你买糖去。大爷。无奈。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大爷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知道是月亮去上海的事儿是吧？不，是你和永兵的疙瘩，该解开了。爹，我亲爹呀！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？那怎么着？我女朋友不要了，婚不结了，孙子不抱了，你好好的，你招惹他干嘛嘛？我没招惹他，我不是又给他演了一遍吗？你又演一遍，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？是他说的不让月亮去，不是我说的。你不演那一遍，他不就让去了吗？他不去就你自己去呗。我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啊？这你不都懂吗？说清楚就完了。不是，人家市里面说的是要苗绣非遗传承人，那还10几个绣娘呢。你也知道那是绣娘啊，非遗传承人就月亮一个。我想简单了。哎。老妈，你说你老妈，你搞哪样啊？啊，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是不是？你说你现在这个样，你能跟老滚和好吗？他能让自己的闺女嫁给我们青蒿吗？我能抱上孙子吗？妈，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爸，毕竟是我当年说走就走，还是怪我。怪你什么呀？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你进城去打拼，你不就是为了让月亮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吗？
你错哪儿了？终归是因为我才把事情闹大的嘛。我也有责任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我怎么把你爷的对我的谆谆教导忘了？哎，我晓得，你就是觉得当年马清浩丢下月亮就走，永兵又不服软，不向你道歉，让你被村里呀说了那么久。那你也要记得，月梅怀着菖蒲，你照顾她，永兵帮你干了多少活啊！你和永兵现在闹成这个情况，就是你们家和他们家原先的关系太好了。清浩和月亮从小也是太好了，如今他们走在了一起，不容易呀。哎，爸，你说你跟滚叔当年那么好，就因为这个事情，两家不能这么一直闹下去吗？